袁叔倒是管得不错。人还没回来？是，娟代方才回禀说，郎君被世子留下一道用晚膳了，请小姐不必等候。这位永国公可真是老谋深算，这么快就找到拿捏儿子的法子了。小姐是说，先是以利相诱，再以权威逼，两者皆不奏效，便动之以情，用我这颗棋子稳住将来。最后更不惜用上猎狐的法子，陷阱套住了幼狐，母狐又怎么忍心独自逃脱？没了娘不打紧，还有亲哥哥亲侄儿，总有一个饵会管用的。陆将来啊陆将来，可怜你聪明一世，还是着了老猎人的道了。收拾行李，明日一早我便启程回灵迹。小姐，来，大哥再敬你一杯。大哥对不住你，那日谈话句句不离寒食。不过今傲于嫡子身份，在你面前博点颜面。嫡子，我算哪门子嫡子啊？哪个女子抚养丈夫同别人生下的儿子，可以心无芥蒂，视如己出？是，衣食住行，她从无可待，不许任何人看低了我。但我身边的乳母，总留不过半年，忠心的下仆也待不长久。他见不得我苦，更见不得我笑。也许他的内心比我更煎熬。至于父亲，在我坠马重伤之前，他曾对我寄予厚望，说我是他最骄傲的儿子，是薛家未来的希望。但是这条腿断了，
一切就都变了，根本无人在乎我这条腿，每逢刮风下雨就疼得彻骨。娘当初连我一道带走就好了，我也有亲娘，有弟弟，我还有个家。大哥，其实你有家的，只要往后你能善待大嫂，精心的抚养一双儿女，早晚可以得到他们的宽谅。切莫等到无法挽回，才追悔莫及啊！大哥，大哥。好生照顾着。是。二少爷吃醉酒了，脚下可要留神啊。走吧。县主闻说世子病了，命婢子送来这安神的汤药，主世子一定要服下。多谢县主挂怀，世子已经服下了姜汤，并无大碍。等他酒醒后再行禀报吧。这汤药放在炉上温着便可。今朝别后，愿君消愁肠，远烦忧，常欢喜，天福寿。佛佑安康，早遇良缘。在做什么呢？我看看你藏了什么。宝儿，你这是何意？相传当年，司马相如同卓文君诀别，书写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00、千万等语，无意便是无意。我思前想后，写不好临别赠言，索性心里不留一字，只将当初你赠我之物归还，用意还不够清楚吗？大人，大人，世子爷，世子爷他死了。将来，
大小姐，马车已在府外迎候。派人向云舒传信，请他即刻过来，以防万一，调集京中所有得用的人手。大小姐，那码头的船都已备好，老夫人还在临济翘首以盼，等去吧我们早归。是。国公爷，是他。昨夜二少爷与世子爷饮虚话，不知都说了些什么。等世子爷睡下之后，二少爷便走了。第二天辰时，世子依旧高卧不起，我只当他醉酒未醒，却不曾想我叫他起身时，他身子都僵了。国公爷要是便审问二少爷吧。二弟，你跟世子都说什么了？他怎么会这样？昨夜我们聊起了童年往事，大哥吃多了酒，我便扶他躺下，嘱咐好小厮，好生照料他，随后便离开了。我也不清楚后面发生了什么。你为何这么看着我？虎毒不食子，我再厌弃他，也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亲子下毒手。这屋子里的人，总有一个在扯谎。军队，把郎中生带来的仵作请来，我要验尸。放肆！你老子还坐在这儿，由得你来发号施令？你大个子伤了腿之后就心情大变，终日躲在这间房间里，腿上久久难愈，忧惧成病，药食无力，才会半夜暴死。我薛家的男儿，除了死在战场上，就是死在出征的路上，从未有一个死得这么窝囊，这么不光彩。现在，你还要叫人去验尸？你这是要宣扬的尽人皆知，告诉所有人我有一个无能残废的儿子吗？若是我非验不可呢？你敢！荣大小姐，荣大小姐，您不能进去！好啊，我的亲生儿子，这是要伙同外人来造我的反。荣山宝，你当我国公府是什么地方？容得你说闯就闯，如此放肆吗？去验。我说不准验！国公爷，如今可验否？验。
国公爷，陆大人，小人验过尸身，除背后8道鞭痕外，身体其他各处、头部也无任何伤损。后以银针探入死者喉部，拆出鲜亮如初，故死者也并非中毒身亡。不是下毒，不是殴杀，他究竟是……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禀国公爷，以小人查验尸身的情形来看，世子是夜间突发暴病身亡，不是他人加害。不是。大小姐，房里地面和窗户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殴斗或他人潜入的痕迹。国公爷，世子昨日亥时歇下，因素日浅眠，不许下人走动咳嗽，怕扰了世子好眠，屋内酒席不敢收拾，他2人便守在门口守夜，通宵未见外人出入。姬妾们未经召寝，都在各自房内。今日辰时，季平姑娘带了婢女入内，未过多久，里面便哭嚷起来。世子真的是狠心，丢下我和一对儿女，就这么撒手走了，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着。难怪要请仵作查验，原来是暴病身亡。这样一来，二弟的杀人嫌疑便摘得一干二净。金乡县主慎言，杀凶是凌迟重罪，可别无凭无据冤怪了好人。好人，好人，你的亲哥哥将世子之位拱手相让，你却一副百般不受、惺惺作态，视王侯富贵为粪土的模样。谁知竟暗中谋死自己的亲兄长，这样一来，爵位便名正言顺的到了你手，还落得一个兄友弟恭的好名声。姓陆的，你真的是好心机，好歹毒啊！你胡扯！哼！父亲，当夜房内只有他们兄弟2人，发生何事啊？还不是任由他扯谎。况且他曾经做过主管刑名的官员，手上经历了多少狠毒的官司，又有多少谋死人的法子，是仵作验不出的。唉，我这个可怜的弟弟啊，性情孱弱，质朴纯良，竟把一头中山狼当作亲手足。父亲，恕玉他千万个不好，毕竟是您的亲子，你可千万不要把爵位交付给一个心思歹毒的外人。荒唐，这都是你的无端揣测。仵作都说了你弟弟是暴病身亡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呢，还能人人作假不成？往后不许再胡言乱语。水娘，谁让你把孩子带过来的？少夫人，不是您着人吩咐孙少爷跟孙小姐过来的吗？是我传的令。来，父亲，您看看您的亲孙儿，他才7岁大，还有选玉，也是懵懵懂懂，天真的很。哎呀，这一对可怜的小儿女啊，全是仗着您遮风挡雨，莫怪女儿口直心快。毕竟这世上没有千秋万岁，他朝您100年之后，这对无辜的稚子又能依靠谁啊？再过个1年2年呀，我们的训儿懂得事理伦常了，他要是问祖父您，为何将爵位交付给一个可能杀害他们亲生父亲的疑凶？父亲，您到时候怎么向孩子交代？金乡县主夹枪带棒，咄咄逼人，3句不离爵位财权。你放心，我不稀罕国公府的爵位，更不要你薛家的家财。快来，来娘这儿。想要自证清白也不难，只要陆将来放弃富贵王权，亲书一封，断亲文书，自此之后离了永国公府，生死贫富永无瓜葛。就算是以后啊，
在街上遇到我们家训儿，也不要舔着脸来自称叔父。我呢就信你个不贪权不图财，是个无辜好人。不仅他声声句句看似荒谬，实则铺排陷阱，步步紧逼，居心要你背上杀兄污名。你不应，必是你谋绝害命；你应下，那世人更要疑心你是真凶，才将国公府赶了出来。无论你应与不应，是否继承爵位，往后都要遭人诟病，骂你是个谋死兄长的恶逆之徒，好生阴毒的手段。哼！除非兄长的死因水落石出，我绝不会在此刻离开薛家。国公爷，大哥不曾派人杀我，且也阴谋行刺的另有其人。此人诚心在我们兄弟之间制造嫌隙与仇恨，挑唆着我们自相残杀，以此谋取利益。我非揪出此人不可。好，那你说说，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昨夜世子用过的酒菜，可都试过了？都验过了，并无毒物和相冲食物。那一碗姜汤呢？姜汤，这……方才查验清点物品，并没发现什么姜汤。不是说无人出入过世子房间吗？那喝剩下的姜汤，如何凭空而飞了？季平，那碗姜汤是你送进去的？是，那碗姜汤的确是婢子送的，可是喝了没喝，喝了多少，碗又是被谁收去的，婢子是全然不知道。只因昨夜世子受了旁人撺掇，不由分说的将婢子赶了出去。婢子不解，但如今细细想来，这有人刻意要害世子，那定然是要将婢子赶走了。哼，你这是贼喊捉贼呢！薛三贵，去搜查他的房间。是。走。哎，你们抱炭盆的，过来。我曾说过了，陆大人不是多愁善感之人，凡是排除万难也要成功，脆弱惆怅，真是少有的。是，你荣家的传统亦是如此。只要我不在你的身边，立马就会有人取代我的位置。是陈冠宇，还是你的表弟温灿？莫非是这火盆有问题？世子体虚畏寒，每到这个时节，房间里就会加2个火盆，烧的是上等的银双炭，这炭会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小姐，五小姐到了。正好，请她进来。是。我们薛家正在商议家事，不劳荣家人参阅。县主少安勿躁。我请来的不是外人，而是证人。他要如何作证？国公爷，我这位五妹妹小时候生了眼疾，故而练就了比狐狸还要灵敏的嗅觉。我遍查都用眼睛与手，她却是只靠鼻子的。云舒，烦你替我闻一闻，这火盆里可有古怪？
这种银霜炭又名白炭，因其不败不耗的特性，应了丹药对长生不死的追求，所以常被方士们用来炼丹。祖母生病时，大夫们就常以白炭铺满盆底，架上铁网蒸熏药丸，以此来增强药效的。我记得。云舒，这炭里可加过什么？是铃兰混了蜂蜜调成的蜜丸。铃兰有何功效？铃兰又叫军营草，本身是可活血祛风的。炭火燃起，铃兰香出，因其幽香隐蔽，常被炭火烟味和房中香炉掩盖，不易被人觉察。天长日久，主人便容易生病。轻则焦躁烦乱，心悸常惊，喜怒无常，难以自制；严重的还会心力衰竭而亡。国公爷，这包药丸含淡香，颗颗绿豆大小，在季平姑娘房内搜出来的。小人不拿下，拖出来。是铃兰香丸。辛苦了，你先去歇着吧。我去书楼等姐姐。季平，世子如此钟爱你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放开，让他说。世子夫人说的倒是轻巧，你是大老婆，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，我呢，我是做小的，又是梨园出身的下贱女人。旁人都说世子爱妾，羡慕的了不得，可鬼知道这深宅大院暗无天日，3年5载不见爹娘。别说到后门货郎挑子上找个花儿粉儿蛋，就是连这门我都不曾出去过。世子爷高兴了，赏我个笑脸，被国公爷训斥回来，我身上就得青丝2月。下辈子做猪做狗都不做妾。是，我是贫贱之人，可再贫贱也是人啊。他不把我当人看，就别怪我送他的命。深宅大院谁不是这么过的？自古杀人偿命，何况你杀的是亲父，岂有活路？就不晓得世子夫人烂好心了。我平儿就算被拖到菜市口去剐，也比活生生的在这山底下憋屈死强。贱人，谋害亲夫，天理不容，是该拉出去活剐。只恐张扬开来啊，毁了我自家的名声，倒叫外人诽谤声势，坏了父亲的一世英名。依女儿愚见，这种贱妇不好公然捆绑衙门，倒不如私下处置了好。赐他3尺白绫，自行了断吧。还不快拉出去！慢着，将来你要捉拿凶手，为父不违你心意，现在人也拿住了，你大哥总可以瞑目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还没有审完。昨夜我吃多了酒，依稀听到金香县主送来了安神汤药，不知世子服了没有？夜半世子醒了一遭，嚷嚷着头疼，因往日里世子酒醉，县主常关怀送些醒酒汤的，世子也夸说有用。我只问他昨夜到底服过没有？安神汤一直在廊下炭火炉上煨着的，小人就倒了半盏，世子爷吃了又睡下了，剩下的都在茶水房里。陆将来，明明已经抓住了杀人真凶，你还在这里问东问西，难不成你是怀疑我杀了我的亲兄弟？
就算是没了世子爷，这爵位也不可能落到我头上。府中花园可有铃兰？或是有谁的院子里种过？花园里都是些奇花异草，未曾有人种过铃兰。那可就奇了。一个梨园出身、见识不多的深宅妇人，连院门都未曾出去过，是谁告诉她铃兰有毒？如何杀人不为人知？她又是从何得来的铃兰香丸？极品，你究竟与谁串联？再不交出幕后主使，国公府的水牢可不饶你！拖下去，重刑伺候！不要！我不要去水牢！我不要去水牢！那就说！求国公爷，给我个痛快吧！让我死！让我死！我不去水牢！我不去水牢！我不要去水牢！国公爷动了大刑，难免会屈打成招，还要防他攀扯无辜，冤枉良善，倒是露了下乘。将来，君代，在，去茶水房把安神汤药取来，验一验便知。是。你这是疑心，我同个妾室勾结。行吧，验吧，验吧，验吧。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有什么验不得？少夫人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娘，你快醒醒！娘。凶手拿住了。国公爷下令将季平暂且关押。那幕后主使呢？季平姑娘自小跟着戏班子走街串巷，高门大户里的阴司见得不少，知道铃兰有毒也不为怪。不论铃兰从何而来，浮萍轩里逐个审问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我看未必。哦，何以见得？这薛家的秘密可多着呢。那日我进了园子，偶然撞见孙小姐薛选玉同人玩耍，你猜是哪个？就是那位咄咄逼人、力证陆大人是凶手的金香县主薛迎川。她是孩子们的亲姑母，陪选玉玩耍有何不对？怪就怪在这里，当时她见了外人，即刻回避不见。凭她今日言语锋利，句句如刀，岂是什么怕羞避人的个性？方才我认出了她，便叫丫头去套薛家人的话，你猜怎么着？哟，我们袁淑妹妹查出什么秘密了？哼，薛家婢女说，这位金香县主最不喜孩童吵闹，嫡亲侄女亦不例外，平日见了更是退避三舍，冷淡得很呢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要么他为侄子侄女出头另有所图，要么就是藏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。言之有理。那先前托你查的人，姐姐料得不错，他果然有古怪。这便是昨夜县主送来的安神汤。世子吃过一盏之后，壶中便剩的不多了。小人以老鼠试药，服用过安神汤之后，这老鼠半个时辰之后仍活蹦乱跳。小鼠尚且如是，更何况是人了？可见这安神汤中并未有人投毒。我看未必吧。这世上害人的法子可多着呢。大人要的人，我已寻到了。草民见过大人。费尽心思才将人请了来。陶家5代行医，祖上当过太医的，说精通药理。陶大夫认了第2，只怕京师无人敢认第1了。陶大夫，万事托付。大人言重了。来的路上，郎先生已经同草民讲得分明，草民
竭尽全力，不敢有失。回禀国公爷，草民已经查验过了。说，这安神汤里头有人参、石莲肉、麦冬、茯苓、当归，可补益心气，清热除烦。因世子爷腿有旧伤，又辅以龟甲、虎胫骨来强体健骨，确实大有裨益。哼，父亲，您可都亲耳听见了。这安神汤药里啊，都是良药。女儿险些被歹毒的坏人给冤害死了。将来，你大嫂哀伤过度，强撑着病体也要替你审断，便是要替你哥哥求个公道。这就是你的实证吗？陶大夫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诸位急什么？好，接着说。安神汤的药渣里头还有些肉桂、附子和草乌，这是治风寒湿痹、补火止痛的。肉桂、附子又如何呢？人参、茯苓、当归原是固本培元、温补气血的良药，添了附子、草乌，散邪祛风，那就是大神效活络丹的功效了。我问过近身服侍的小厮，世子因腰腿病痛，与阴雨变天，半夜常有四肢拘急、屈伸困难，病腿关节也变了形。宫中的刘太医留下了一副良药，药方我也看过，正是祛风通络、止痛益肝的天麻丸。日服一味的天麻丸是对症的，大神效活络丹也吃不死人，二者同服却不然。尤其是附子，性热带毒，一旦过了量，有益之药也成了剧毒之物。县主明知世子服用了天麻丸，理当有所避忌，偏偏送来了安神汤药，另有玄机。存的又是什么心思？你血口喷人，刘太医都看不出端倪来，我哪里知道能不能同服啊？况且，这也是你的臆测，同服能不能死人还不一定呢。好啊，县主笃定无害，何不亲身试之，把天麻丸与大神效活络丹加量同服？县主果然平安无事，我便立刻离开国公府，永不再回来。银川，你怎么说？县主为何不肯服用？这可是你自证清白的大好时机啊！父亲，臣因母亲久病郁结，夜不安寝，我特意请了宫里的太医，给她开了安神汤药，服下果见奇效。女儿只不过是借花献佛，忧亲弟弟的身体，绝无半点歪心思。身为女儿家，既不能顶门立户，也不能承袭爵位。我与弟弟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莫逆，我怎会居心害他？反叫一个外人得了势，说我会害我弟弟的，于情于理都不合的。国公爷，母亲久患消渴症，常说手脚发麻，不利走动。儿媳回去央求祖父开了一味药方，说是治手脚发麻最好的。谢家医术传男不传女，儿媳不懂药理，母亲吃了以后说好，就一直吃这个药方了。都是儿媳的过错，应该再谨慎一些，明了这药材的禁忌，才不会酿出后面这些祸来。父亲，女儿发誓，这个药的确是从母亲院里得来的。女儿属实不知，女儿冤枉，女儿冤枉！你要相信女儿。你是不知内情，旁人却非必勿信。把夫人请出来，快去！是。谢侍女雍容大度，
素有德行，今晨尽人皆知。为父相信你的为人，把他扶起来。虽说府上出了大事，可是夫人身子不大好，2日来只喝了半碗清粥，一双腿脚肿得都不能下地，什么事非得现在询问呢？太不近人情了。落轿。哎，轻点儿，都轻点儿。夫人，您还病着呢，国公爷不会怪罪的，还是让他拖下轿。夫人，撒手，撒手！夫人，夫人，撒手！怎么，3堂会审，审到我头上来了？淑玉不是你的亲生子，你也素来对他淡淡的。但我以为你出身名门，虽性情上不大圆融，可是教养子女、主持中馈，倒算得上尽心公正。没想到你的毒心藏在这里。明知淑玉是我国公府世子，你却教唆银川毒害了他，用心何其歹毒！何止玷辱我薛家门楣，更让你长生一门跟着蒙羞，千刀万剐亦不足惜。国公爷，夫人用药只为给自己治病，你轻信薛迎川言语挑拨，轻描淡写就要断他有罪，难道大神笑葫芦丹只有夫人院子里有吗？薛迎川别处就求不到？夫人一无子嗣，二无冤仇，为何要谋害世子？没有冤仇，他自然是有冤有仇。不过，不应该对着世子，理应对着我才是。国公爷，母亲秉性公正，治家严整，对待自己比对待晚辈和下人还要严苛，才有了府上秩序井然，尊卑有别。国公爷在前头打仗的时候，家里全靠母亲主持，儿媳不相信母亲会做出阴谋伤人之事，还请您明察。母亲不会暗害世子，我就会害人啦。她多年受到冷落，心中难免生恨，一时思虑不通，铸下大错。你还一味地替她辩驳，这是要将罪名推到我头上啊！父亲，女儿冤枉。是我杀了薛淑玉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做笔锋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墨香映透江湖上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蚀骨不肯相忘。
长，剑影割裂腐蚀我，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，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蚀骨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它安踏成气氛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里有心菩提香，古刹眼角深时光，打碎这万场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梦场，爱是刺破水网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昏黄，用亘古心跳作终章。不论铃兰从何而来，浮萍轩里逐个审问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我看未必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中国茶叶种类繁多，有很多不同的品茶方式。我们聚庄荣家是以种植龙井为主，喝龙井得用对方法，才能品尝出它满口的鲜灵劲儿。首先温润一下杯子，捏一撮茶叶放进杯底，烧开的水晾3分钟，让水温降至约80度，往杯底加一点点水，刚好没过茶叶。拿着杯子逆时针方向摇晃2圈，这个步骤叫做润茶摇香。然后用凤凰3点头的方式注入7分满的水，看茶叶浮沉，激荡着茶香。静待2-3分钟后，茶汤慢慢变成明亮的黄绿色，就是最佳的品茗温度和口感了。我们可以分3道品茗。第一道是品它馥郁清新的茶香，杯子里剩1半茶汤时再蓄水。第二道才是茶的真味，滋味鲜醇饱满，啜一口唇齿留香，待杯子里剩1/3茶汤时再蓄水。第3道是满口的生津回甘，茶香淡雅，持久悠长。喝完最后一道，记得把茶叶倒出来，放在清水盆里，可以欣赏泡进的茶叶依然在朵朵绽放。